Hello， 大家好，今天是5月28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了。特斯拉继续上涨，波段延续中，那么出现什么情况可以选择再次加仓呢？蛇口回调买入止损，但波段依旧是看涨的。第二个低吸区间即将到来，美股在本周二出现了跳空上涨缺口，有种牛市的缺口特征，你一定要知道。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337的视频。那么阿哲还是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那么第一部分还是要讲到有关纳斯达克指数的一个技术分析特征。那么我们第一部分所讲的会是曾经分享过的一个知识点，在一个牛市和在一个熊市当中，市场如果出现日线的缺口，而这个缺口呢，往往会满足某些特征，来让我们去分辨市场目前是否还维持之前强势的一个趋势，而这个特征在当下依旧还存在，所以我们第一部分会附下这个内容，而后我们还会讲到日内的15分钟它的一个趋势变化，还有时间上的一个变盘时间。我们再看到第二和第三部分的个股解析，阿哲还是要讲到特斯拉、英伟达、比特币、科威、谷歌、微软、MSTR、蛇口、礼来、AMD、英特尔、APP、SOXL、Meta、RQB、台积电、PLTR、美光、亚马逊、AOY、LITE、SOFI 等以上的个股标的，相对能够有所帮助。其中，英伟达依旧跟上期视频是一样的，出现了一些好的信号，但是没有产生一个买点，要特别的关注。所以阿哲是连续2期视频，我们做了一个重点的标记，需要去跟踪。上次出现这种买点的时候，走了一个短波段，有20个点的利润。那么希望这一次也能够如期出现买点，我们依旧可以做好跟踪。那如果您是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有一个视频正式内容开始前的温馨提醒，我们的目录当中的内容会偏多，所以视频当中的时间长度会偏长，但不是每一部分内容阿哲知道您都需要去观看，所以也把所有的标的、所有的内容都做了一个时间轴切分开了，您可以随时点击跳转到想要优先观看的那一部分内容当中，希望这一个设置能够帮助到您。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一部分，市场指数方面的缺口特征。当然第一部分希望大家能够完全的观看，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数环境的分析。当下我们来看到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在图表当中有一些颜色块，它其实就是市场当中所残留下来的曾经出现的一些缺口。那么蓝色的就是一个上升缺口，所以纳斯达克指数在本周周二产生的这个缺口是一个向上的跳空缺口。那缺口的一些基本特征应该大家都了解，就是上缺口代表多方强势，下缺口代表空方强势，这是单独一个缺口方向上的判定，对于多空之间的一个变化的一个判定。那假如它是一个牛市，或者说不一定完全的定义牛熊，如果它是一个强势的上涨趋势，那么它一般会有一个特征，就是指数方面，它的上缺口会经常出现，而下缺口基本没有，或者说很少出现。不只是本次的这一波上涨，而像曾经这一轮我们上一年的这一波当边的这种强势趋势上涨，它也差不多是如此。在首次的第一波的上涨当中是没有一个下缺口出现的，这种粉色的块就是一个下缺口，一个都没有，都是上缺口，这是第一个特征。但不代表它一定不能出现一个下缺口。那如果它是一个强势的市场，它的缺口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上缺口会代表强势的支撑区域，而下缺口呢是一种相对弱势的压力区间，甚至会有很快被回补的特征。所以每次在强势上涨当中，如果出现一个下缺口，包括你的股票出现一个下缺口，但是没隔2-3天就被快速回补，这其实是多方很强的一种表现，大概率是一个上行趋势，而且是一种很强的上行趋势，不是震荡行情，不是下跌趋势会出现的。而如果它还同时经常出现上缺口，并且这个缺口它往往不被回补，而一旦被回补就会很快出现低点，那么这种特征也代表它是一个强势上行趋势。而如果是一个下跌的行情，它将是会出现下缺口一旦被回补，将是压力的反馈，将是高点的产生，而上缺口是会很容易被回补，而后它没有什么支撑的，所以这种就是一个强势的上涨和下跌，它容易出现的这种相反的情况。那我们目前来看到这一波行情，它是一个强势上涨，所以它的缺口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一个向下的缺口，哪怕盘中出现过，都会有快速的回补。那么所残留在日线图上
的缺口都是一个向上的缺口，而后每一个上缺口，它要么是不被回补，甚至碰都不碰。如果出现回补，这一次是回补了，但是一回补就是一个低点，这一次也回补了，但是一回补它又是一个低点，所以要么不回补，要么回补时就是支撑，或者一回补就是低点。当然前期低位也是一回补这个缺口就是低点。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同时看到当前最新的缺口就在这里了。如果市场还保持强势而不进行升幅的回调，那么这种强趋势维持下，这个上行的缺口它要么就不被回补，要么就有很强的支撑，要么补了立刻就是低点。只要还存在这个特征，目前的趋势就依旧是强趋势，那么依旧是强势看涨，那么它就不会产生中期以上的回调，而除非这种趋势它终结。那怎么被终结？当市场开始产生什么？当时这个地方缺口回补时，还是能够快速见到低点的。这几次的回补缺口，包括这一次，是吧？每次缺口都被回补，但是都是低点。它虽然没有之前那么强了，这之前的是都不补缺口，这个地方已经开始有点走弱，但是它还是维持着缺口一补就是低点。等到你发现缺口一补，它还是低点，但是上涨已经不能新高了。缺口一补，短期它都不是低点了，它还有继续加速下跌。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趋势很容易产生大的调整和走弱。所以当下我们要小心，市场直接来一根阴线，把它击穿回补，而后继续下跌的这种情况产生，一产生就说明它要回调了，它不是一个强趋势了。这一波强趋势走到这里，将面临一个空方开始变强的一种现象啊。而如果不出现这种情况，就目前依旧是强势的多头行情、多头趋势。以上就是对于缺口的一个特征的讲解。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部分，叫15分钟日内趋势。日线上其实已经能够给我们在波段上产生比较大的帮助，看这个缺口就行。但如果想要更加日内能够判定，我们可以看一下日内的15分钟一些关键的短期的支撑位。目前我们所看的就是一个日内15分钟的一个图表，当然阿哲这里加了一个看趋势的一个指标，这个指标是阿哲平时在个股分析当中也会常用到的，像英伟达前期的那个回调低点，也是我们经常所用到的一些买点。比如说紫色飘带出现一些蓝色 K 线的止跌信号，突破就是一个波段的启动点，在任何周期都可以这么去看。所以像英伟达那个回调低点，当时也是这么去看的。所以每次出现紫飘带回调，有这种蓝色 K 线，它就容易出现反包做的买点，不反包就小心它是一个诱多。所以这个趋势指标真的是平时经常在用。好，所以当下我们所看的15分钟图表，要怎么去分辨它是否会产生一个大的回调，就是怎么去规避一些洗盘，而去识别真正的下跌的风险。我们还是要关注15分钟的这个龙门线的组成部分，它的一个表现。龙门线就是这个白色线，当这个白色线在日线图表当中时，你是比较少会去用到，因为它的级别太大。但在15分钟，它就能够让我们去比较好看到一些趋势的改变。当是一个强势的牛市环境、稳定的牛市环境时，它正常会沿着15分钟龙门线持续的运行，哪怕有所回踩，它往往也是一些回调的低吸买点，它不会去跌破这个龙门线。在上周，它出现了过一次跌破。而这一次跌破，它很快又修复了起来，所以这可以认为是一个有效的回调。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15分钟跌破龙门线当作是一个相对日线的回调，它只要后续能够再次站回龙门线，再次新高就没有问题。如果它真的是仅仅为一次回调，那么它后续的表现特征从趋势结构来讲，它应该去果断新高，而后依旧能够以龙门线作为支撑，不要在短期重新的跌破。所以目前的市场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产生了震荡呢？因为它是趋势当中比较常规的、常见的一个压力，就是左高的压力。左高目前产生了压力，而没能够在日线收盘突破，那么15分钟也在此产生震荡。所以每一次遇到左高左低，下跌趋势就是左低为压力啊。下跌趋势就是左低为支撑，上涨趋势左高为压力。但注意了，这个支撑和压力它都是弱的，因为一个趋势如果是延续的话，那么上升趋势它的高点就是终将会被突破，只是偶尔可能会产生压力。而如果一个下跌趋势如果是延续的，那么它的低点也终将被跌破，只是偶有产生支撑，或者说略微产生支撑，仅此而已，而后会出现反弹，但往往无法过左高。所以上升趋势当中，强势的支撑在左低，而弱势的压力在左高。
那么反过来，下跌趋势强势的压力在左高，那么弱势支撑在左低，所以当前的左高可以定义为一个弱势的压力。那么这里可以产生回调，可以再次的回踩，但是如果只要是上升趋势维持，那么这个左高则终将要被突破。而对于这个左高产生压力能够回踩的区间，我们做一个小小的定义。你可以认为这里是一波上涨的推动，到左高的时候相对来讲力度不够了或衰竭了，那它要回踩，我们仅能够接受它对于龙门线无效的跌破和回踩。所以之前是在此处产生了龙门线的压力，涨上去之后，目前如果这里真要产生再次的回踩积累突破的能量，那么如果它只是回调，只是为了蓄势，那么龙门线是不要被跌破的。所以我们当前可以看到龙门线的一个价格是在26,296.45，这个地方其实也是在日线级别附近缺口的支撑，所以两者差不多共振，这是一个日线级别和15分钟都同样关键的点位。我们希望哪怕遇到左高的压力，它要产生回踩也不能够超过这个区间，一旦超过，甚至日内出现反抽有压力，出现这种走势的时候，就说明这个左高它的压力不是弱压力，反而可能是强压力。那什么时候上升趋势会有一个左高是强压力？那当然就是一个趋势衰竭的时候，所以这种情况下就要预防。但是只要这个龙门线不破，日线上的缺口不被有效回补，那么这里就还是健康的。那么以上就是对于缺口和15分钟日线和日内我们简单做一个讲解，希望对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老同学，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照常点上您日常的小红心，日常的支持，感谢您的点赞支持。而如果您时间相对的宽裕，那么阿哲也想大家能够在视频底下留下您的宝贵评论，那么感谢您照常的点赞和评论支持。如果您是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假如阿哲视频当中的内容能够帮助到您学到部分的技术分析的内容，学到部分技术分析的知识和对于行情的解析，对你有所帮助，也可以在视频底下可以点击订阅按钮。点击之后会显示一个已订阅，那么就说明您已经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了。而如果您想每期视频都不错过，未来阿哲更新您都可以及时的看到，也可以把这个全部铃铛全部点开，那么未来阿哲一发视频，您就会收到通知，不会错过任何一期更新了。那么对于首次观看视频能够订阅阿哲频道的同学，感谢您的支持。同时阿哲对于每一个新同学也都准备了一些见面礼，像刚才我们所讲到的上海趋势图，它就是您订阅阿哲之后可以去安装的一个小小的礼物。不只是指数分析，在个股环节当中，那么阿哲也会多次的用到这个指标，告诉大家怎么去使用，以及有些股票可能会产生某些信号，可以产生一些交易的机会或者说有风险，都可以用这个指标去发现。所以大家如果是新同学还没有使用过上海趋势图的，都可以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当中点击目前视频右上角的卡片，就可以找到阿哲的助教。您跟他说您是今天刚订阅同学，就可以安装这个上海趋势图的一个指标了。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部分，是15分钟的变盘时间窗口，也是我们对于新同学的一重福利，算是第2重福利。就只要您是订阅粉的同学，阿哲每天盘前是会写一些盘前广播，这个广播当中有包含一些个股的解析、指数的分析，而在指数分析当中有一个对于当天日内时间阿哲认为容易产生高低点的时间窗口。等一下我们也会公布今天的第一个变盘点。那我们可以看到，在5月26号的时候讲到的一个变盘时间分别是10点半和2点，这个是香港时间，大家可以做一个转换。而实际上在10点半的时候，市场见到了一个高点，当然最高点是在10点的45分出现的，间隔了一根 K 线。一般如果是在上涨当中出现变盘点，我们可以把变盘时间的 K 线低点画一个防守，一旦跌破，往往说明这个变盘点不只是高点，它还容易产生足够的风险。所以如果您是做短线的，要特别小心这种变盘之后出现明显下跌破位的行为。而当市场出现回调时，就容易是一个低点，特别是这种反弹之后2次回踩产生的变盘时间窗口，后续突破则说明它不只是一个低点，还容易是日内的一波行情产生。所以这是一个变盘点产生的一个帮助。如果您对于这一个变盘时间窗口感兴趣，后续也可以每天关注盘前的这个广播。像之前所讲的10点半的变盘点是一个低点，2点也是低点，但有时候是反弹，这种就不突破，那意义就不大。像我们5月27号盘中是一个震荡行情，那么像10点时是一个阳线回踩的低点，它的上涨虽然也涨，但是它没有反包，所以这种低点包括10点15分钟的低点，
其实都是低点，但是意义不大，可能只是1-2分钟的一个上涨。什么样的变盘点可以参与，什么样的变盘点不能参与，可以用这种方式简单判定一下。到最后2点的时候是产生了一个阳线之后的突破，所以尾盘涨了一波。而我们来看到像今天的变盘点，今天的变盘点第一个变盘点就是开盘第一根 K 线是9点45分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刻是出现市场下跌，而后产生的 K 线，往往它容易是变盘低点，但最好结合一些止跌的阳线去判断。如果是上涨时出现，那么那个地方容易是变盘高点，而后我们最好是看一些反向的阴线来去判定，去佐证会更好。所以今天第一个变盘点9点45分开盘时就可以关注，其他的变盘时间阿哲会在盘前广播当中写给大家。如果您是还未订阅阿哲的同学，可以点击订阅之后找助教去领一下今天的盘前广播。那么接下来阿哲也对于我们的新同学把这4重福利给大家去好好介绍一下。当然如果您不是新同学，您是已经领过礼物的或者说您是路人朋友，您也可以跳到我们的下一部分讲个股的环节。那么新订阅的同学可以看到目前的图版，这4重福利就是您订阅阿哲之后找助教可以领取的4重界面礼。第一个是上海趋势图的一个指标体验而后是盘前广播、盘前解析的点位。另外的第3重和第4重是一些知识课程。阿哲相信，如果您能够听视频听到现在，并且点击订阅阿哲频道，您肯定是一个爱学习的同学，并且是很乐于接受技术分析的教学。所以对于更深入的一些知识点，阿哲是不会公开去讲，多数会在内部去分享。所以不管是技术分析还是美股期权课，您都可以在关注阿哲之后找到助教，可以去报名每周周2到周5早上10点和每周周2到周5下午5点的课程。那么当前阿哲给大家去看的就是本周的一个课表，本周早上10点的课是技术分析的专讲课程。如果您目前对于期权不太了解，或者说还没有到那一步，您主要想要学技术分析，可以关注好这套课。我们在每天早上10点有内部直播，不公开的，讲的知识点，讲的一些内容，个股标的、指数方向的一些判断分析，都是不会公开去讲的，所以只提供给订阅粉的同学。您在订阅之后，您都可以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或者说在底下评论区置顶评论当中，阿哲都放了朱老师的联系方式，您找到助教跟他说一下，他就会告诉您怎么去听课，怎么去安装指标。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部分，第2部分是个股解析，第一支标的看到特斯拉。特斯拉的一个行情走势目前在延续走一个9转的第3号 K 线，前面走了一个9转之后，突破了某一个价格的压力通道，出现9转后衰跌回调，这是一个正常的波段的一个走势，涨一波调一波，涨一波调一波，一个很标准的波段推动上涨。而当下是走再次的止跌上行，前期的一个下跌回调买点产生之后，目前是往前高推进。那么这里我们如果要去做再次的买入，比如说加仓，其实像做波段交易，我们很多时候回调时这附近去买入仓位，上涨回调时这附近去买入仓位会比较好。一旦往前推，特别是如果离左高越近，这个时候去加仓呢，一般来讲会有一定风险，博弈的就是加速和趋势的强劲。这种情况下，一般仓位是要越往上，你可以加，但是要比之前低，要类似于5成仓、3成仓、2成仓这样的逐渐递减的一种正金字塔的一种加仓结构，是顺势交易当中所去主要的，而不要去做到反过来倒金字塔，那样就容易头重脚轻。一旦后续走出假突破回调，你就会被套，所以这是一定要注意的。仓位方面一定是越往上加的越少。另外一个，目前的特斯拉其实也具备牛市缺口特征，它的一个向上跳空缺口往往被回补之后就是一个低点，而它的向下跳空缺口会被短期快速被填补，而向上的缺口是不被回补。所以目前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特征再去关注一些买入的信号，比如说当前这个上缺口被回补，如果这里真的是一个强势趋势，一般这个缺口被回补之后不会产生特别明显的高点和回调，或者说特别严重的下跌。所以在这种回补一个下跳缺口之后，正常的上行趋势是不会被影响的，直接再次收涨是正常的。而如果真的还有一点空方力量，它会选择往下补一下这个地方的缺口。这里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有个缺口，这个缺口回补之后，如果是牛市特征，那么它应该立刻1-2天内见到低点再启动，那个时候是一个加仓买点。当激进也可以在回调补缺口时去买入，当然会比较冲动一些，需要根据15分钟或者说1小时图表，最好日内去看一些结构去买入。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它实际的行情图板，比如说目前我们来看到它的上海趋势图板以及它的缺口，你会发现是不是有这种情况，一个向上的缺口它可以被回补，不代表一个强趋势就不补缺口，
它可以回补，但补完之后一定要1-2天之内快速止跌，而且补完之后它第2天就要有止跌明显的 K 线，比如说直接就启动阳线，或者说长下影线也行啊。那像这个缺口补完之后，立刻第2天就反包，这种比较好，而且还有新的缺口出现，这种一个很正常的一种强趋势的特征。当下把这个缺口补了之后，包括前面这个缺口补了之后，它是不调的，不调整直接继续上涨。好，这个缺口补完之后，正常来讲它也可以继续上涨。但那样其实就是没有太多的加仓机会，除非它很强势反包，那可以做加仓搏它的突破，当然仓位是不能太多。另外一种就是回调补这个缺口，那补一根之后可以等止跌 K 线去加仓，当然飘在这里也会有支撑，所以如果要再去加仓位，那么可以选择这些方面。当然如果已经前期低位买够了仓位的，其实就没有必要了，因为越往上你的仓位其实为什么买的少？因为它越容易衰竭，越离前高近，它越面临一个突破是否有效和能不能突破的一个问题。好，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它的飘带附近的支撑是 422.609， 而龙门线在 420.427。我们说过，这个趋势走势如果要延续，最好不要有效跌破龙门线。什么叫有效跌破、无效跌破？我们一直说的，如果它是一个关键价位，比如说龙门线是关键的，中线的支撑，飘带是关键的，短线的支撑。如果遇到这种支撑位附近的破位，一般看2根 K 线，我们提过很多次，就是破位之后看2根，如果真的很关键，真的还有用，真的是支撑，2根之内就会衰竭，而后产生的支撑买点就可以去博弈，就可以去买入，所以这种是一个可以关注、可以去看到的一些交易信号。所以后续它哪怕往下调，真的出现回补缺口之后没有止跌，但正常来讲，只要不破2根以上能够止跌，那其实这个趋势就还不影响。最怕的一种回调就是把龙门线跌破2根之后不止跌，那个时候就要小心，当下趋势就还是稳固的、正常的。当然，我们也要预防一下你的利润的回吐，比如说曾经在这附近买入仓位的筹码，那自然而然走到这里，如果出现一个阴线回补缺口，是不是一个减仓信号？因为它伴随着容易有再次回调这个缺口的可能性，那么你自然而然可以去做一些止盈的动作。而理论上来讲，牛市缺口特征在保持完好的情况下，那么它应该去往上回补之前这个高位左高这边的一个缺口，所以这里还是有一定的空间作为波段的看涨点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英伟达，那英伟达其实它也是走一个相对的波段的走势，所以当时第一次回踩时，我们就及时发现这种回调低点的一个信号。那目前可以作为第2次的回踩，每一次回踩都出现一个九转，九转代表上涨强势的一个表现，而目前下跌在走一个下跌九转。不过如果它真的是回调低点的时候，最好是不要走出这种下跌九转。目前是第6根 K 线，而它的回踩位置也就是前方这个高点的地方，刚刚好是一个密集功能区，这是我们之前画过的一个绿色块。它回调时的特征就是下跌时它的影线在变长，而影线变长的特征之前这里也有过，所以它这2次回调的一个动作很相似，在连续下跌之后，最后几天出现影线变长，资金流入，吸筹资金变多的一种现象。这里还差一个动作，就是止跌 K 线最好不要再创新低，不破低点收阳线为激进型的买点，不破低点收反包阳线为稳健型的一个买点。所以你也可以分2次买入，不破新低收阳线作为买进，不破新低做反包阳线做加仓，或者说你只买反包阳也行，反包阳线会更加安全一点。接下来我们看到它的上海趋势图。在上海趋势图表当中，我们说过它的一种信号结构就是紫色飘带，说明中短线的强劲，而后股价出现上涨的时候，回调紫色飘带出现蓝色 K 线的反包买点。当然，这个买点大家注意一定要设置止损，它不是说就一定不会跌，我们只是按照一个常规趋势的逻辑，就是趋势上涨时短线超跌，反包止跌。那么它的下一个目标自然就是延续趋势，就是新高。那么像 Circle 我们等等也会讲到，每一个买点为什么要有止损位，因为它肯定不是100%就能够按你的想法去走，市场总是有时候会有误差，或者说有时候它就是不这么走。那么止损就是预防它不这么走时你不砍单，因为如果它不这么走打止损了，那当时这里是不是有可能打止损？有可能打了止损你不跑，那你一直跌怎么办？是吧？不就把你套住了？如果你不小心这里买的仓位又多，它又不按你想法走，你又不有止损，那你就麻烦了。这一笔交易直接把你的整个人都套在里面了。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是一样的，能够成功一次，我们就依旧认为它能够成功第2次。如果不成功，那我就承受一个相对能够接受的风险就行。所以当前这里等蓝色 K 线消失，最好是这种强势阳线止跌会更好。
蓝 K 消失，仿包买入，而后止损是在最后一根蓝 K 的低点。当然注意一定要蓝 K 消失，所以大家如果手中还没有上海趋势图的，可以到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当中点击找出要去安装一下。那你可以关注这个蓝 K 有没有消失，有没有仿包。当然正常，如果仿包启动阳线就能够产生一个信号，所以这个可以去好好看一下，因为它还是比较标准的。如果上一次你错过了，那这一次又来一次，那这里如果再出现买点，你可以不要错过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一个标的是比特币。目前看的还是比特币和以太坊的一个对照图，因为它这个背离持续的时间比较久。不过当前的大趋势还是不变的，我们讲了很多次，对于比特币、以太坊的大趋势的判定还是处于一个大的下跌通道，只是我们最近没有画这个通道。这个黑色线的地方是周线上比特币的一个运线的上轨，当时突破的时候，我们要说它小心突破是失败的，要站稳才行。一旦不站稳，这个如果它不是一个成功有效的突破运线，那么运线压力有效，如果它走震荡，那它其实这个区间是不小的，所以它目前其实走了一个调整。虽然这里不能说它一定会走震荡，但它至少这个调是有点强势的，至少以太坊是一直调不停，所以做多肯定不能选以太坊。在近期的急转之后出现了反弹，虽然有低点，但是这个反弹就3天的阳线，所以日内有所利润，但是日线上其实没有太多的意义。现在再次下跌，不过背离持续，这个背离在级别在扩大。虽然它一直没有一个强止跌的动作，比如说仿包阳线，或者说像这种运线的上破，其实目前都还没有。如果有等那种 K 线产生时最好，它日线上应该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反弹了。而这个时机产生的时候应该不远了，因为目前来讲，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背离是很难去修复的，除非这里来一个很强势的下跌，但那样其实这个以太坊可能就新低了。所以目前的以太坊是准备打破左边的这个低点，但是比特币离这个低点还有10万8千里还远，所以这个地方背离肯定会产生，而后出现仿包阳线，将是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比特币的做多机会。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一部分是第3部分的个股解析了。第一只标的来看到 Core。当下我们所看的是 Core 的一个图表 ，Core 它其实在短线上、中短线上的趋势是不好的，这一点要明确。而像什么时候中短线的趋势好，就至少是紫色飘带，紫色飘带说明中短线趋势是还 OK 的。紫飘带附近的蓝色 K 线，这种就是中短线趋势 OK 下的中短线的波段的买点。而当前是一个黄色飘带，所以中短线是不太好。但为什么我们之前说这个地方其实可以作为买入的一个仓位，这个地方可以作为中线的首次上小仓位的试错买点，或者说仓位放多也不是不行，因为它的逻辑是中短线在回调，但是中长线在走震荡或者走向上在转势，它这一个龙门线已经出现了由压力转支撑突破的一种可能性，所以目前是回踩有支撑，有长下影线，也有仿包阳线，也有左一的突破，所以当下是可以做中线博弈，龙门线的突破有效，这里实际上就是一个中线的支撑区域。当然这里作为一次买入，后续的买入最好能够在转为紫色飘带之后，顺势龙门线向上去做加仓。当然这个地方如果买了，我们要把引线下方作为防守。当然如果激进一点的，跌破2根止跌就行，不止跌再把这份仓位走掉，那样止损的一个范围可能会大一点，没有太多必要，那就以这根下影线作为防守即可。当前是又来了一个长下影线，把之前这个缺口给补了，这个缺口补了，但是它不是实体阴线补，所以如果这里能够有启动的一个止跌阳线，可以认为缺口性质还是偏多方牛市市场，那么可以看涨。但这个看涨不一定要加仓，因为它的压力离得有点近，可以等它上去之后转支撑止带，再考虑回调的加仓点。那目前龙门线的位置在 98.873， 而后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谷歌，当前是一个蓝 K， 而后蓝 K 消失，不过蓝 K 消失后它启动的一个力度不是很强，上方的一个飘带是有点站不住，有点冲高回落，所以这里最好能够有一根比较强势明确的停顿止跌阳线产生会更好。所以这里其实它的底分型的左一有压力，所以最好仿包突破，确定止跌有效会更好一点。现在只是蓝 K 消失，蓝 K 消失的买点最好也买强阳，这种长上影线的阳线不太好作为买点。而从一个价格走势位置来讲，它也是一个回踩了龙门线之后新高行情，新高的时候还带有一个缺口的跳空，它的缺口当前也没有回补过，也没有下跳缺口，所以当下这个趋势也肯定算是一个强趋势，所以这个缺口可以产生是吧支撑。如果这个蓝 K 不能止跌有效，那么往下
就是这个缺口附近作为一个中期回调的第一个回踩的一个支撑位。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一只股票是微软，微软可以看到它上方有一个巨大的压力，这个压力伴随一个龙门线下行，不过我们的缺口把它关掉先，目前的龙门线还是往下的，虽然它价格走的是一个什么底部的反转结构，这个结构我们是画了比较多，它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震荡盘整，目前是没有出现跌破有效，只是横盘横的有点久，有点要走弱。但这种结构也可以定义为一个上涨中继，只是看它后面的这种阴阳的一个变化。目前还是阳线比较多，阴线比较少，所以短线和中线来讲，多方结构还是稳固的。所以当前如果能够再出现比较明确的止跌阳线向上，那么可以作为加仓，就类似于网点我们要讲的 APP 一样，那种结构就类似于囤积之后的启动，只是有时候这种囤积可能会比较久，会消磨人的一个心情。那当下龙纹线的一个压力是在 448.822， 而价格走势它有一个回调之后反弹再回落，目前这里还没有被破，所以结构来讲日内结构也还行，这里要小心一根阴线的破位啊，那可能就会相对先一步走弱，不然这里如果是一个假阳线反包，反而能够再看一个启动，所以这里可以作为一个缺口支撑，因为这个缺口其实当时在这里是产生过一次支撑，支撑之后反弹，不过走高回落，如果这里收阴跌破，那是不是构成了下跌反弹破关键位置颈线位的跌破，日内结构就会导致日线的走弱。同时它的飘带是很窄的，飘带越宽说明它所代表的力量越强，所以多方飘带越宽会越好，所以这种回调时它就不容易跌破，容易出现反向的一个止跌启动。而如果飘带变窄，多空之间就比较均衡，所以力量就比较弱一点，容易震荡。所以不管是多空都是一样的，飘带比较窄，它就容易不太强；飘带比较宽，所代表的空方就比较强。所以这个飘带也代表当前趋势的多空能量。我们来看到下只股票是 MSTR，MSTR 其实彻底是走的比较弱一点，它至少不是一个短期回调，所以它的飘带是顶不住的。那它是一个大的结构中线的调整，所以这波回调我们就不是看飘带了，飘带只能挡得住短波的回调，所以短波回调可以用它看，如果超过短波你用它就比较费劲了。这个时候要看一下结构，它这里是走了一个白 K 突破之后，曾经结构性有产生过突破，是吧？所以这一波上涨碰到龙门线有压力。好，这波调你可以看这个左高能不能撑得住，以及这里是一个缺口是否能够止跌。从短线来看肯定走弱，因为短线它一直破飘带，破2根之后还在破，所以这种地方就不是绝处逢生，它是一个飘带的走弱了，所以它目前走为有一个黄色飘带。而这个地方哪怕它有支撑，有蓝 K 反包，那往上其实也首要面临的就是中期短线的压力，因为它中短线走坏了，一个短期的回调肯定会带动飘带中短线趋势的走坏，那这个时候它就会面临一个压力，这个压力过不去，那么就会走下跌的中短期的波段。如果这一波中线回调之后，是吧，它是一个回踩左低的支撑，那么后续压力不明显，那么将是另外一波中期以上的上涨。那当前就可以以这个缺口和以左高这里作为一个支撑点，等待蓝 K 突破，而后看一波反弹。首先的第一个压力先测试 171.287， 这里如果不过，其实风险是比较大。当下其实也出现了2个缺口，这一个向下跳空，这里也是一个向下跳空，所以当下要出现一个行为，最好是快速把下跳缺口给补掉，而后不出现高点，那个时候就至少缓解了这一波强势的空方的下跌。我们来看到 Circle 第一次的买点，我们当时有说过，这个买点其实有点不太佳的地方，就它不是不能买有一些遗憾的地方，就是它的收盘价没有站上飘带，而后它是个运线没能上破，所以这个蓝 K 刚好是一个10日线运线内，所以说是反包。当然它其实刚好也是一个内包 K 线，所以这是一个不太好的地方，不过也可以买，只是买的少一点。而后防守位就设置到这个低点，被击穿之后就要止损，止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交易计划当中本身就允许它不按我们计划当中去走，你不能说每次蓝 K 出现了突破都一定要涨吧，是吧？虽然之前这些突破都涨了，但这个地方你买1次、2次、第3次失败，这不能接受吗？这可以接受，你不能说这个我的交易计划不能够有失败，所以我不设止损，那肯定是有点问题。一般来讲不是市场有问题，而是你的计划有问题。接下来我们就需要看到目前的飘带跌破了1根2根，我们说如果对于飘带是无效的跌破，一般2根之内要见到止跌 K 线。昨天这一根可以算是一个止跌 K 线，因为它是一个小 K 线长上影线，
那究竟它会不会是一个仙人指路，还是继续的看跌形态？我们关注龙门线支撑，而后在这之上，它不应该再往下出现明显阴线破位，而应该止跌仿包蓝 K 消失。那个时候是作为飘带无效跌破绝处逢生的一个买点。好，依旧呢趋势不影响，中短波还能够维持看涨，同时它也左侧是一个缺口区间，所以这里先看龙门线 98.1， 这里不应该再有强下跌，而应该出现止跌仿包，而后作为二次的买入区间。所以这里是一个中短波段的二次伏击点，这里如果不能出现买点而往下，那么自然而然这个地方就有点危险，因为龙门线还是往下的，这个地方撑得住，龙门线才能够往上，趋势波段恢复正常。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里来就来到了我们在上期讲到的那一个压力位，因为它这一个波段其实是比较强的，它其实说白了它都没有碰到这个飘带，所以这种就属于飘带的回踩以震荡来去取代，这种其实把握起来就会难一点，你需要看到这个结构启动 K 线做了一波加速。当然这个波段我们其实也跟大家去讲，是不是一直标的是绿色块，但今天没有标绿色块了啊，因为今天它来到了前面这个影线的地方，影线代表曾经出现过抛售，而这种影线后出现明显下跌的启动点的这种抛售会强一点，特别它还是左高的位置，所以这附近要小心。如果出现强顶分型或者说明确的仿包阴线是要减仓的，作为波段减仓点附近的考虑。当然它这里如果不出现仿包阴线，那就昨天的低点不断的移动止盈即可。现在这股票是 AMD 价格走势就是一个上涨之后回踩飘带走出再次的新高，所以趋势是比指数强劲，而后没有太多的一个问题。昨天是一个止盈点，或者说短波段来讲可以作为大幅止盈点，为什么呢？它是一个冲高回落而后负一半，类似于乌云盖顶，但至少有这种行为了。那自然而然我们之前如果你买了低点底分型的，到这一步那是不是要有一些止盈的动作，不能完全不管，因为本身就是短波段买，你的成本也不算低，它这个位置也至少是一个波段走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所以你做短波做短线为主，新高之后找止盈点，是不是冲高回落算是一种信号，可以止盈一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左一来去看，正常来讲就按左边这根 K 线的低点作为防守，如果收阴跌破，那是不是构成新的一个顶分型？底分型这个地方看涨，那顶分型产生之后就看继续的回调，所以后面就容易延续。那个时候我们再去看二次有没有机会去加入。现在上沿是 444.014， 这是 AMD。INTC 就相对 AMD 要弱一些，因为它的回调之后是新高有点困难。那这种价格结构如果回调之后的启动对于新高方面是有压力的，那这个情况下是不是就说明左高一旦产生强压力，就说明这个趋势是有可能衰竭的？那么中短波走久之后，它容易迎接一个中期的回调，中期回调是飘带无法挡得住的，往往会跟龙门线有一个位置关系，或者说它可能要往龙门线假跌破去形成一个洗盘。当下趋势有买点，运线上破走到这个地方，正常逻辑应该守住防守位看新高，这是正常的计划。它打止损了就走，不打止损就等新高。如果你拿不住，怕有风险，觉得它弱，那么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先止盈。这种就看计划的一个执行了，执行到位的就是不打止损，不新高，不到目标，我就拿着规避它的洗盘。下面来看到 APP 算是走了一个我们所想看到的一个震荡之后加速的状态。这个走势这种行情没有必要太多仓位去博弈它一定会走加速，是我们说它当时这个结构是不是有点收敛的状态，而且是一个大的收敛加上一个小的收敛，那么它就容易有启动加速，只是上周等它的买点没有等到加仓的机会。它如果这一根 K 线是一个仿包阳线，加速就好了，它这里是震了一下往上再来，而且直接加速，是吧？它这种再去加仓就要去追了。好，目前就不太适合去再加了，因为龙门线突破之后，一根两根之内去判定它的压力是否有效。龙门线是向下的，以压力为主，正常有压力，两根之内会见到压力，甚至是中期的一个高点。所以当下我们要小心它的龙门线是否是一个压力位有效。如果支撑有效，一般就是跌破两根，是吧？跌破两根容易形成支撑点。如果是压力位有效，就容易是突破两根，产生这种压力点。所以市场如果走出由下至上上穿龙门线，一般今天你就要小心这个压力的产生了。所以这种地方肯定不是去加仓追涨的点，但是它可以是你之前趋势走回调买入之后一些持股待涨去找止盈的点。现在是个股，我们来看到半导体上被做多，它其实就
也同样跟 MD 一样，价格走了一个上涨回调，强趋势上涨，而后它是一个冲高回落负一半，并且有个类似光头鹰的 K 线，继续光头鹰线，它的最高和开盘是一样的 242.66， 所以肯定要减仓一部分，至少不能够一动不动。所以这个地方的止跌买点到这个地方冲高回落可以做减仓，然后黄 K 防守，再跌破就走。当然它这里有个缺口，回落后续止跌可以再考虑机会，你也可以留底仓。整体就是一个冲高之后一个黄 K 附近的风险点，就跟之前这个黄 K 差不多。如果您是手中有上海趋势图的，一个趋势走得太久之后，黄 K 产生后的风险是要小心应对的。它不一定每次都会这么跌，但是你去减仓，它总归是一个防范风险的一个行为。下面来看到 Meta 就走了一个是不是结构性的二次回踩？但这个二次回踩的胜率不是说一定要去把握，因为阿哲看到这种，它其实属于一个中期结构是产生的一个二次回踩，往上冲压力。这个时候其实你去做这种交易就偏左侧一点，就有结构性买点，有支撑，样样的都还行。但是它产生的位置如果换一下，就龙门线之上产生会更好。所以当下小心龙门线附近的一个压力，因为它的龙门线一直是保持着压力的，突破2根是压力，突破2根以及不突破，是吧？所以它的龙门线是很明确是有压力的。所以当下也一样，左侧买入的就可以持有，看一下压力位附近的反馈，因为破飘带也是破1根，而后看2根，如果破1根后第2根的位置能够防得住突破，那么就往上再看龙门线。所以当前破第1根，而后今天看第2根，第2根的低点做防守，不破往上看龙门线的突破。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RKLB 价格在走了第一个趋势波段，有了一个蓝 K 回调买入之后，这里基本就不调了，走的都是内部的一个洗盘，但是黄色 K 线日线上没有破过，目前在推动上涨，这种地方阿哲的一个交易体系是不作为交易的考虑的，最多就是这一个蓝 K 的地方反包突破是一次买点，黄 K 附近你可以跌破去防守，你也可以左侧去卖，后续就给它去跑就行了，你可以留底仓去跑，是吧？但是没有必要再总去加仓，你可以换一个股票看趋势的一个机会，或者说等后续再次回调找第2次的一个趋势机会。因为正常一个趋势波段走了一波之后，第2波其实还是会有一些鱼尾行情，当然如果很强势的阶段它可能就不止鱼尾，但是 RKB 还是比较常态的，正常来讲它走的这种波段是比较明显的， RKB 曾经的一个行情多次都是这样的，价格走了1次回调2次回调，它往往还是有利润的，当然到第3次的时候一般就比较难一点，特别第1次如果就加速，一般第2次也会短一点，但是它这里还好，第2次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反弹的机会。现在个股我们来看到台积电它也是走了一个震荡之后往上加速了，但都是阴线，这种就不太好看，如果持有那还行，但如果你要去买就没有必要选这个趋势标的去买，它其实也是沿着这个飘带走了震荡之后再走一个启动，所以这里依旧可以看它的飘带的向上的位移，继续的往上去看趋势，因为它又有一个新高，而且新高之后收盘是向上的，比指数强一点点，但比一些最强的还是要偏弱一些。左高过去之后形成的突破是冲高回落假阴线，假阴线如果能够产生反包，假阴线如果能够产生前高的止跌阳线，那算是一个激进型的看涨点。不过这种趋势不作为主要关注的方向，如果持有可以看涨，没有也不强求去做这种股票。现在的个股是 PLTR， 也是出现了黄 K 反弹飘带之后走出了一个下跌坡位，所以这个地方依旧是一个空方的点位，但是它不是做多的一个标的，所以整体黄色飘带反弹有黄 K 偏空的一个方向，反弹有黄 K 跌破偏空的方向，当然它这个跌破不是很强劲，像最好有实体阴线破位确认会更好，当然它整体趋势还是往前低去走，因为下跌趋势低点在降低，高点会有压力，如果要去改变这种趋势，最好是等待黄色飘带转紫色飘带，而后回踩有效，形成趋势会更好。像之前这里是黄色飘带转紫色，但回调之后它的趋势走不出来，这走高就是压力了，就第一个趋势都走不出来，那更不要说往后推动趋势，所以这种走弱之后就继续的走弱了。我们来看到美光它也是一个冲高回落，但它是一个假阴线，所以它和负阴线不太一样，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把它的低点作为防守，因为它类似吊颈线的产生，一般低点被破，收盘破和盘中破都不太好，最好不要破，最好持续的维持上涨，是吧？所以像这种 K 线吊颈线之后，一般不要破它的低点，往上推动就好，低点破了之后可以做一次的减仓止盈都可以，你也可以等实体破有时候会偏晚，所以可以用它做盘中的去观察。
现在是一个回调之后突破之后的加速阶段，如果真的还保持加速，应该不会去碰昨天的低点。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亚马逊，亚马逊是一个价格回调之后止跌启动的迹象。它也是一个飘带，不过它的位置不低，所以我们标记的这个绿色块是偏灰色的，可看可不看。不作为最主要的标的，一波短线第一波走得太强，而第二波再维持强势的概率就会降低，所以这种高位的回调可以买，不过仓位可能会比特斯拉、英伟达那种可以低一些，它的结构也太强了。第一波杠杆太长，第二波再走更长的可能性就会低一点，所以它更像是这里是第一波上涨回调走三浪。价格回调，这里可能就是5，所以这种会看低一些，但是它依旧是顺势的过程，所以低点做防守就跟英特一样，要么就打止损，要么就看新高。下只个股是 AOI， 短线上这里也作为趋势的回调买点，因为它还是走紫色飘带的中短波的上行，有些股票它的调整不强势，或者它整体中短线一直推动的，它都很少出现中短线以上的回调，就有些股票可能因为性质股性就如此。所以像 AOI 也是，它一路紫色飘带推上来的，它也连一次改变飘带的调整都没有，中途有一下，但很少，所以这种一次上涨中短线回调，一直还在走，所以我们主要是预防它另外一次中短线的回调，所以当下来讲还是一个中短线的紫色飘带延续当中，目前回调这个飘带有止跌有启动，那依旧可以看涨。而上涨往往就是走高为目标，是吧？走高一突破，它又走弱了，走高一突破就容易走弱，所以这里依旧看走高也是可以的，但防守位要做好，跌破就要走，所以每次都要做好你的防守。下只个股我们来看到 LITE， 这标的相对于 AOI 它的走势是类似，但是要偏弱一点，因为它每次调都容易跌破飘带，跌破1根2根就会无效的跌破1根，它就没有再跌了，1根就没再跌了，跌破1根就没再跌了。所以目前它是跌破之后，它也是这里支撑，如果再跌破，就容易引发什么改变飘带颜色的中期回调，而目前是没有，那么这个地方就依旧看新高，依旧看涨，它有个蓝 K 有个突破回踩，目前只要不破这个地方，就依旧还是看趋势波段的延续。最后来看到 SOFI 是龙线向下的一个中长线下跌当中一个中期的震荡，我们之前放大过，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大级别区间的主高。所以突破之后做了一次回踩，目前回踩它这个结构其实还跟这个币圈的一些股票有点像，结构回踩过程当中它走的不好看，它不是一个很漂亮的反转结构，虽然左高被破过，但没有站得太稳，价格一次回踩就踩得太深，踩下来之后目前又没有特别明确的转变的颜色，就跟 Meta 微软那些有点不一样，所以整体价格走势走到这里我们可以关注，这里是连续的，这里是一个对于飘带的上破，但是只是引线破，所以如果再来一根阴线跌破就不好，所以这里如果要走强就不要出现这种动作而是要保持向上，把飘带给突破，飘带的上沿在16.416。那么以上是5月28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